汽车简报，六度团队为您制作的汽车简报。谢谢收看汽车简报。马斯克输掉了修改的投标，并就推文与 SEC 达成协定。路透社，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已经失去了修改或终止他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达成的2018年协定的竞标。该协定要求他在发布某些推文之前获得特斯拉律师的许可。位于曼哈顿的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驳回了马斯克的说法，即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利用该协定对他受保护的言论进行了恶意骚扰性调查，其执法措施使他更难遵守。法律专家表示，这一结果意味着马斯克现在可能面临公司和监管机构的更严格审查。周一裁决后，特斯拉股价下跌近 6%， 使该公司市值蒸发135亿美元。这是因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首先提出了这一要求。此前，马斯克在推特上表示，他已获得资金，以每股420美元的价格将特斯拉私有化。3周后，在监管审查下，马斯克退缩了。他称之为幽默的尝试。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哈维·比特 Harvey Pitt 表示，马斯克现在可能不得不认真考虑如何击败监管机构。他将不得不决定是想继续担任特斯拉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还是想离开。比特说，因为最终如果他继续他现在的做法，他会输。交易平台 Markets.com 的尼尔·威尔逊 Neil Wilson 表示，该裁决为上市公司高管树立了一个不好的先例，他们现在对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大胆声明更加谨慎。他们会看到这一点，并说马斯克因越界而受到应有的惩罚。他说，这让高管们有点束手无策。社交媒体的全部意义在于它应该是非正式和健谈的。这项裁决真正抑制了高管们的能力，让他们有一点个性，表现出一些火花，并作为人而不是美元符号与客户交谈。欧洲得到中国的汽车工厂，而不是公路和铁路。金融时报，据英国金融时报商业机密报道，意大利正在考虑切断其“一带一路”倡议 BRI 成员资格，但这不会影响北京对欧盟经济的渗透。该国于2019年获准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但此后在增加参与或促进其利益方面做得很少。据报道，意大利总理马里奥·德拉吉 Mario Draghi 自上任以来，在战略基础上阻止了来自中国的几次外国直接投资竞标。尽管中国试图采取经济胁迫手段，但中国在欧洲的存在仍在继续变化。文章指出，比亚迪等中国公司和其他私营企业一直在投资欧洲电动汽车市场。美国消费者平均持有汽车12.5年创纪录。路透社，根据 S&P Global Mobility 的研究，美国内燃机汽车和轻型卡车的平均年龄未创纪录的12.5年，因为与病毒相关的供应限制和通货膨胀压力导致消费者需求减少，导致美国人更长时间地持有内燃机汽车。然而，电动汽车并没有反映这一趋势，其平均年龄从2021年的 3.7 岁降至 3.6 岁，部分原因是去年美国销量增长了 58%。马克龙讨好特斯拉的马斯克和其他投资者选择法国。加拿大环球邮报，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在凡尔赛宫主持了1年1度的选择法国峰会，邀请了包括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在内的商界领袖。在峰会期间，出席会议的高管承诺投资总额为130亿欧元，这是自马克龙于2018年首次创建该活动以来最重要的一笔款项。尽管法国此前曾希望马斯克在其境内建造一家欧洲超级工厂，但他选择在德国开设一家。然而，据报道，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 Bruno Le Maire 在峰会午餐会上向马斯克推销绿色技术投资的税收抵免。汽车分析师表示，加拿大和美国政府支援 Stellantis 决定的举措。加拿大 CBC 汽车分析师表示，Stellantis 决定为其未来的电动汽车电池工厂寻找替代解决方案，是加拿大和美国政府采取行动的结果。因此，据报道，该公司现在正在考虑
在其他地方建造电池工厂的可能性，因为美国政府制定了支援美国电动汽车电池制造的激励措施。联邦政府的 IRA 指出，汽车制造商仅在美国建造电动汽车电池工厂时，将获得每千瓦时每块电池$45的补贴，直到2032年。福特在中国裁员1300人。彭博社据报道，由于销量下降，福特将在中国裁员1300多人。2022年，该汽车制造商在该国的销量10年来首次降至50万辆以下。该公司只有一款电动车型野马 Mach-E 在中国销售。该公司表示，到2026年，它将在全球电动汽车生产上投资500亿美元。今年早些时候，由于向电动汽车过渡的成本，他宣布计划在欧洲削减3800个工作岗位。英国首个无人驾驶巴士服务开始载客。英国独立报，英国首个自动驾驶巴士服务已经推出，载助乘客穿过福斯路桥。Stagecoach 服务在 Ferry Toll Park 和 Ride in 5到 Edinburgh Park Transport Interchange 之间运行。其特色是由2名车上工作人员的公共汽车、1名安全司机和1名出售门票的船长。作为 CAV4 专案的一部分，由5辆 Alexander Dennis Enviro 200AV 巴士组成的车队将在混合交通中以高达50英里小时的速度试运行到2025年，行驶14英里。自动驾驶巴士有望提高安全性和效率。270亿美元的电动汽车交易显示 ，SPAC 愚蠢又回来了。彭博社，来自越南的电动汽车制造商 VinFast 宣布，它将通过与总部位于香港的 Black Spade Acquisition 合并在美国上市，据称估值为270亿美元，包括债务，这可能使其成为历史上第3大此类交易。然而，该公司对电动汽车的关注仍然是一项风险且昂贵的努力。其首批美国交付被推迟，导致其美国员工人数减少。VinFast 的230亿美元股票价值几乎是竞争对手 Lucid Group 和 Rivian Automotive 以及雷诺和沃尔沃市值的2倍。尽管其 VF8 City Edition SUV 的评价不佳，但 VinFast 的现有股东将拥有其99%的股份，导致股票波动，并引发了对电动汽车初创公司估值的进一步担忧。巴西新贵伊芙完成飞行汽车风洞测试。路透社，巴西电动飞机制造商 Eve Holding 在生产飞行汽车概念之前进行了成功的风洞测试，显示其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 eVTOL 将有一个双座机舱，最高时速为每小时100英里。该车辆被称为飞行计程车。该测试将有助于获得认证，并使未来的生产和销售能够向全球买家销售。Eve 的最高技术官 Luis Valentini 说，中国电动汽车电池公司 Eve Energy 和 Antway 将在东南亚建厂。南华早报，中国较小的电动汽车制造商正在东南亚建厂，以满足国外制造商和司机的需求。全球第9大电池制造商、中国第5大电池制造商 Eve Energy 表示，将在马来西亚建造一家价值42230万美元的工厂，为马来西亚和东南亚的电动汽车和电动滑板车制造商生产原柱形电池。电力公司上海电气集团的电动汽车电池子公司 Entwa Automotive Engineering 将在泰国春武里府建造新工厂，而其他中国电池制造商正在密歇根州、美国和匈牙利开厂。本田思域的运动性和实用性是马自达3的高级感觉。加拿大环球邮报，加拿大汽车记者协会在4年内3次评选马自达3最佳小型车，2次被评为加拿大年度最佳汽车。虽然本田思域的销量远远超过马自达3，但该汽车制造商在齿轮箱的中心占有特殊的地位，因为它是给世界带来 Miata 和 Zoom 的公司。汽车专家马克理查森 Mark Richardson 对这2辆车进行了测试，确保本田掀背车配备了无级变速器，而马自达的自动变速箱是传统的6速。马自达的市场吸引力得益于其全轮驱动选项，而本田没有。特斯拉贡献了上海汽车总产量的近 25%。彭博社，据一位中国高级官员称，特斯拉的上海工厂
在2021年创造了该市汽车制造业总产值的23%左右。上海市经济和资讯化委员会陈科乐表示，特斯拉今年的产值为1839亿元人民币，264亿美元。去年，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交付的50%以上来自该工厂，该工厂每年最多可生产110万辆汽车。Chan 补充说，该公司在供应商处创造了10万个工作岗位，并将60家中国零部件制造商纳入其全球供应链。为什么加拿大需要在卡车和公共汽车的绿化上踩下金属踏板？多伦多星报：加拿大必须制定一项联邦战略，指导从柴油燃料商用车向零排放或电动汽车的转变，以实现其柴油燃料中型和重型车辆到2030年零排放的目标。彭比纳研究所运输主任 Adam Thorne 写道。索恩说，这种转变将需要大规模的车队制造支点，这需要以有效的联邦气候型动计划为指导，呼吁一项适用于新卡车和公共汽车销售的授权。根据该授权，最高销量适用于最容易电气化的车辆，并结合对消费者的购买激励。谢谢收看汽车简报。